大家好，今天的影片非常特别，是为了庆祝我的频道达到20万订阅。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it！ 我从频道开始到现在大概做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所以很多观众也陪伴了我非常非常久。我记得以前如果有人看到我，他们可能会说 Hey Grace, I've watched your videos. 但是现在呢，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讲说 Hey Grace, I've watched your videos for years. That's crazy. 没想到大家已经看我的影片看了这么久了，然后我也没想到我自己这样子不断的产出影片，也做了好几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真的对我来说，我成长非常非常多。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打算来看我最一开始这个频道的第一支影片，感觉会很尴尬。看完影片之后，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这几年来做这样的教学影片会有什么比较挑战的部分，还有我在经营频道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以及我怎么样去转换我的心态。最后我会跟大家讲我每个月在 YouTube 上面大概可以赚到多少钱，所以如果你好奇的话，记得看到最后哦。Everyone, welcome to Grace Mandarin Chinese. Today, in this lesson, you will learn how to sound more polite in many scenarios, like asking a question, expressing your opinions, or refuting things, etc. And in the end, I will introduce a very useful word that you can use in many contexts to sound more friendly. Okay,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英文跟现在差蛮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在第一支影片里面讲话方式其实会每一个字尝试发的比较清楚，每一个英文字比较分开，然后重音放的也比较奇怪一点。我记得我一开始在录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讲了好几次，我最后剪出来的是我觉得讲的比较顺的。我最后再跟大家讲我这支影片花了多少时间录。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有些人会问我说，我一开始这些字体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自己手写的。我当时好像为了避免任何版权相关的问题，我也没有去花时间找有什么免费的字体，所以我当时就全部都自己写。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是我 gap year 的时候，所以我时间特别多。但是现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写。Because these are all very polite, so these are usually for asking a stranger or someone that you are not very close to. An example could be... 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粉丝寄信给我，他说我第一支影片里面穿的是睡衣。我后来才想，真的有一点像睡衣耶，可是其实不是啊，它就是一般的衬衫。他们又吵架了。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又吵架了。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好解决。天哪，这个看起来之间的问题也太复杂了吧。The next scenario is when you want to asking for a favor, making a request. You could say, 如果你有空 or 方便的话，如果你有空 or 方便的话，可以请你帮我。对，我以前其实都会把每一个字的意思都写上去，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也都是会一个单字的意思显现出来。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喜欢我这样做，可是因为这样做花费的时间非常非常多。我后来是因为有学校就是研究所的事情，或者是我去美国实习，所以我没有额外的时间可以
多做这个部分。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你可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讲，然后我未来如果真的有比较多时间的话，我可以再考虑重新开始做这件事情。Okay, that's it for today. Hope you guys have learned how to sound more polite while speaking Chinese. See you next time. Bye. 我这一支影片大概9分钟，我的印象中我拍了可能有7-8个小时。因为我那时候我好像前面觉得录得很不好，我记得我有一整段是有重录的，然后我每一句话都录了好几次，因为我当时的英文还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每一句话基本上都要把它有一点像背下来，然后又在镜头前有时候可能讲到第3个字就讲得不好，然后就要再重新讲，然后这次讲到第5个字讲不好，然后就再重新讲。所以我其实前面几支影片都录了非常长时间，一支影片大概都要至少6个小时，而且这只是录制。如果我是从就最开始写脚本啊什么的，就是会花更长的时间。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做教学影片上，我觉得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同时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大家之前应该有听我说过，我很喜欢一个 podcast 叫 The Life Coach School， 在它的第299集里面有讲到一个概念，我非常认同，就是 It takes a lot more time to teach something in a simple way than it does in a complex way。我真的超级认同这句话，因为我在做教学影片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一个主题做了研究以后，其实会有很多很学术的用语啊，或者是很学术的解释方式。可是这些解释方式对于一般如果没有语言学背景的人来说，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是很难吸收理解的。所以我自己一直很想要努力的把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简单化，因为我知道这些概念对于学生是很有帮助的，可是平常大家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所以我就希望就是借我的影片，我可以把这些比较艰深的概念透过我的理解用简单的话传达给你们。但说实在这部分真的很花脑力和时间，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真的要去想说这东西到底要怎么解释啊？有时候就真的，如果你用一些比较学术的方式去用一个complex way 去解释的话，其实是很精准的。可是对于观众来说，受益不会太大，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听起来会觉得很吃力，然后听不太懂。所以我会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观念简单化。第二个想要讲的是，大家看我一支影片大概10分钟左右，但实际上每一支影片要花的时间大概差不多是40个小时左右，从脚本的撰写，还有录制、剪辑，还有其他的一些字幕啊等等的部分，全部加起来的话，大概要花40个小时左右。我一开始因为是在 gap year 的时候做影片，所以我那时候时间比较多，我就觉得没关系，我就是很努力的做。可是因为现在我有研究所的课业，再加上我之前去实习，那时候其实真的很忙，所以一支影片要花这么多时间的情况下，我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时间休息的。我就是都是学校的事情忙完，忙频道的事情，频道的事情忙完，学校又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我整个人很累很累，但是我又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又会觉得我要撑下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在美国的后期有一段时间拍摄出来的影片，我整个人看起来的状态非常的不好，看起来很累很累，很没有精神的样子。那时候我记得还有观众特别寄 email 给我，跟我说他看我最近的影片，觉得我身体状况好像不太好，就是希望我可以多休息，就是不要太累了。所以我就那时候觉得非常感动，就竟然大家可以从我的影片当中就看出来我的身体状况，就我当时真的是处在一个很累很累的状态。所以
我后来的做法就是我请了一个小助理帮我去做一些不一定需要我做的事情，像是上字幕啊等等的。但是因为后面你们会听到我的收入，就可能会知道说我其实并没有很多钱可以请助理做事，所以我只有请他做大概1个月可能也是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让他帮我分担一些事情，让我有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以休息。其实我大概1-2年前也有尝试过，就是请人来帮我剪辑我的影片，因为剪影片其实花非常非常多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就请人帮我剪影片，剪了一段时间，大概1-2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发现那一段时间的影片表现不是很好，因为第一就是在教学内容的影片呈现上有很多构思是必须要我去想说这要怎么教，我应该图片要怎么去呈现，我的画面动画应该怎么呈现，这些东西其实很难去跟剪辑师去协调，就算他很努力的想要做到我想要的样子，可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还是不太一样的情况下，我又不想要对方花太多时间去帮我修改，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我自己也并没有到非常满意，然后对方其实也做得还蛮辛苦的。我觉得这样就算了，重点是观众好像还感受得出来，就当时大家的反应也都是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后来就都还是自己剪影片。但是因为我的时间就很有限，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最后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这段时间学校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可能就放过自己，就晚1个礼拜再上影片。对，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我最近的发片频率并不是非常的稳定，但是我很感谢大家，就是在我上了新的影片的时候，都还是会回来看我的影片。好，那最后我要来公布我每个月在 YouTube 上面可以赚到多少钱。那在公布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的情况。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所以基本上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拿来顾我的课业和这个频道，所以比较没有其他时间可以打工或者是接学生。所以我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主要就是来自于 YouTube 的收入。那大家猜猜看，我每个月在 YouTube 上面可以赚到多少钱？目前的话，其实大约是每个月$500，然后还要扣掉16%，就是总收入的16%。因为最近有一个比较新的政策是，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YouTuber， 如果你的观众有来自美国地区的观众，你要缴一定的税金给美国政府，所以这样子算下来，我大概每个月要扣掉总收入的16%，然后剩下的才是我每个月实际的收入，所以大概我每个月可以拿到$400多。其实这样看起来也没有太多，如果我有接广告的话就会有多一点的钱，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接广告，所以通常如果我宣传别人的产品都是我自己很信任的品牌，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对你们很有用的东西，所以其实有很多商业合作我都是没有接的。另外就是我前面讲到，因为我的时间比较不够用，所以我还请了一个助理来帮我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每个月要再付给这个助理一些薪水。这样整体看来，其实我每个月可以运用的钱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有些人愿意在 Ko-fi 上面赞助我，甚至有些人他们是每个月固定的赞助我，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那我也很感谢很多人愿意花时间看我的影片，然后在我的影片下方给我很多 feedback。我常常就觉得说，我有时候分享一些知识，结果我在留言区好像又学到了更多，而且很常我会在留言区再找到我之后想要做的影片的灵感，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很谢谢你们陪伴了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未来就继续一起加油吧。